曼聯可能在未來追求他，但短期內絕對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曼聯的引援重心很明確，就是要放在球隊的其他位置上。私下裡，切爾西方面對這種傳聞也是一笑置之，因為帕爾默和切爾西的合同會讓他一直效力到30歲，而他現在才22歲。穆里尼奧確實離開曼聯之後，每一步感覺都是錯的，每一次下課之後很快又無縫連接，結果換的俱樂部是一個不如一個，所以成績也一個不如一個。所以有記者認為，斯洛特的未来其實已經注定了。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自己刚剛被皇馬清洗，就又來要求利物浦清洗別人。朋友們，明天又是歐冠，咱們先把預測做一下。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評論、分享和熱推。老 K 永遠感謝大家的支持。阿賈克斯對奧林匹亞科斯，看好客隊奧林匹亞科斯。阿森納對阿拉木圖，當然是阿森納了。贝爾巴鄂競技對葡萄牙體育，看好葡萄牙體育。馬德里競技對博德閃耀，馬競勝出。巴塞羅那主場對哥本哈根，拿下應該問題不大。勒沃庫森對比利亞雷亞爾，看好比利亞雷亞爾。本菲卡對皇馬，仍然看好皇馬。布魯日對馬賽，看好馬賽。多特蒙德對國際米蘭，看好國米。法蘭克福對熱刺，看好熱刺反彈。利物浦對卡拉巴赫，利物浦問題不大。曼城對加拉塔薩雷，看好曼城掛帥。摩納哥對尤文圖斯，看好摩納哥。那不勒斯對切爾西，看好切爾西。帕福斯對布拉格斯拉維亞，看好帕福斯。大巴黎对纽卡，肯定看好大巴黎呀。埃因霍温对拜仁，看好拜仁。圣基罗斯联合对亞特蘭大，看好聖基羅斯聯合。好，今天的節目咱們主要圍繞曼聯換帥後的各種近況展開，在節目的下半部分再是今天的各種轉會傳聞。哈哈，前幾天阿森納主場2-3不敵曼聯的比賽，餘音未消，繞梁3日。今天呀，爆出來賽後還發生了不愉快的一幕，馬奎爾主動和加布里埃爾去握手，遭到了拒絕，隨後二者就發生了衝突。馬奎爾肯定覺得對方很沒有禮貌啊，對他非常的不滿，推了他一把。而拉門斯、馬茨拉維、澤凱賴什等人看見後就前來拉架。確實，加布里埃爾的性格這就有些欠風度了。那麼最近紅魔傳奇球星斯科爾斯是盛讚了馬奎爾，因為近2場比賽他都贏回了首發位置。斯科爾斯說，馬奎爾展現出了難以置信的性格，從他曾經的處境中走了出來，甚至連他自己的球迷有時候也在嘲笑他，不是嗎？但他以這樣的方式進行了反擊，真是令人難以置信。說真的，我覺得他看起來又年輕了，我看到了他身上的一些活力和衝勁兒。除了斯科爾斯之外，連英格蘭的傳奇射手萊因克爾也毫不吝惜地對他送出了讚譽，稱馬奎爾是世界足壇最被低估的球員之一。那麼在播客節目中，先是前曼城後衛理查茲重點討論了馬奎爾，他肯定道，馬奎爾在低位防守體系中非常出色。雖然我知道他總被嘲笑，網絡上又到處都是他的表情包。此時萊因克爾隨即為馬奎爾辯護，他說，我認為馬奎爾是足球界最被低估的球員之一，儘管總有人批評他，甚至業內人士也時常指責他。我也清楚他可能被速度型的前鋒會甩開，但他用自己的防守意識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點。他的出球能力很強，腳下技術也扎實，為英格蘭隊出戰從未令人失望過。此外，在攻防兩端的定位球爭奪中，他絕對是最頂級的存在。那麼現在馬奎爾因為年齡過大，而且工資過高，所以和曼聯的續約談判至今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馬奎爾的合同將在本賽季末到期，英超內外已經有不少球隊對他表示興趣，像切爾西、埃弗頓、西汉姆聯，甚至包括意甲豪門尤文圖斯。玩梗歸玩梗，老 K 是真的覺得馬奎爾現在的狀態呀，不比范戴克差。只要他在，你就感覺放心，他是曼聯防線現在穩定性最好的後衛。那麼現在換帥後的曼聯雖然比賽贏了，可是球迷組織的抗議仍然沒有停止。曼聯的球迷們仍然將繼續進行原定的抗議活动，主要是反对俱樂部的所有權，而且现在是大小股東都骂。本月初，曼联的球迷团体1958呼籲要對俱樂部高層進行不信任投票，並稱拉特克里夫爵士是一個無能的小丑，他把俱樂部變成了一個馬戲團。這個組織不可小覷啊，他擁有近10萬名成員。而且宣布計劃在2月1日主場對陣弗洛姆的比賽前要舉行示威活動。1958組織的發言人說，曼聯最近的成績要歸功於卡里克和球員們，而且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克服了我們無能的老板的困難，而不是得益於老板的無能。
曼聯這家俱樂部總是禍不單行，接連遭遇各種災難，球迷們不應該被2場好成績蒙蔽了。我們以前經歷過太多次這樣的情況了，所以我们的抗議從來都與球場上的表現無關。現在不是，過去21年裡也從來沒有過。我們正在評判一種功能失調的所有權模式，這種模式已經屢次讓曼聯失望。拉特克里夫是一位成功且富有的商人，但在足球方面，許多人覺得他像個一竅不通的小丑，不斷做出糟糕的決定，沒有任何連貫的計劃。哈哈，是的，中國冷靜的曼聯球迷們也認為，不要只因為這2場贏了就拉踩過去的教練誇卡里克，說白了是卡里克自己做得好。但假以時日，卡里克也有可能是下一個索爾斯克亞。不過老 K 個人倒是覺得卡里克眼神中的那種對勝利的渴望比索帥更強。根據最新的報道，在3-2擊敗阿森納以後，卡里克和教練組就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看回放。周一他們還會去現場觀看曼聯 U21 的比賽。要知道當時曼聯球員和工作人員乘坐的大巴回到卡林頓訓練基地已經是晚上11點半了。嚯，卡里克和教練組是真的敬業，回家的路上一直在仔細研究比賽錄像，為接下來的1周做好準備。雖然球員們周一可以休息，但教練組仍然在加班，他們要敲定周末和富勒姆比賽前的訓練計劃。在周一下午1點，他們前往卡林頓訓練基地觀看曼聯 U21 和布萊頓 U21 進行的 U21 英超聯賽。要知道，這已經是卡里克接手一線隊以來現場觀看的第3場青訓比賽了。2周前，老特拉福德球場還彌漫着沮喪的氣氛。當時曼聯在足總杯中被布萊頓淘汰，英超聯賽也只剩下了17輪。在足總杯出局以後，球員們並沒有對弗萊徹感到憤怒，因為在阿莫林下課後的混亂局面中，弗萊徹只是執教了1周，他的表現也穩健，但感覺大家都失去了往日的歡快，球員們如此，球迷們更是如此。當時的場面就和周日在酋長球場客隊看台的景象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場哨響15分鐘後，仍然有曼聯的球迷留在那裡，緩緩地走向出口，融入被倫敦的夜色。這是卡里克，你知道的啊！這樣的呼喊聲一直在看台上回盪。在體育場內，當時卡里克正準備接受挪威廣播公司的採訪，卻被叫去和拉特克里夫會面。雖然還不是正式的聘用邀請，但只要這種勢頭繼續下去，或許不久之後卡里克就能得到一份工作了，一份正式的工作。那麼最近關於曼聯引進魯本內維斯的消息已經要落空了，因為魯本內維斯正在和利雅得新月準備完成續約。2023年夏天，魯本內維斯是以5500萬歐元從狼隊轉會到了利雅得新月，至今已經代表球隊出場112次，貢獻了17粒進球，28次助攻。前面有消息說，曼聯正在重新評估魯本內維斯的引進可能性，願意在冬窗拿出約2000萬歐元的轉會費完成交易。不過這個價格被視為是應急方案，現在看來魯本內維斯留在沙特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關於帕爾默想轉會曼城的事兒，天空體育今天有報道，切爾西不會放他走，而曼聯現階段也沒有引進他的意願。相關的傳聞和討論非常多，但事實是帕爾默和切爾西還有一份長期合同，合約還剩下7年半，而且他在切爾西的周薪待遇非常優厚，所以曼聯目前可能根本負擔不起他的轉會費用和薪資。而且曼聯現階段也確實沒有引進進攻端球員的計劃。不過曼聯現在已經有了全新的引援策略，計劃在逐個轉會窗口逐步推進。去年夏窗曼聯已經大手筆投入，在進攻球員身上花費了2.8億英鎊。那麼下一個夏窗曼聯的引援重點會放在中場，尤其是防守型的中場，這和帕爾默的位置就完全不符合。不過很明顯，帕爾默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是曼聯的支持者。而且從內部消息來看，帕爾默確實沒有像自己預期的那樣快速適應英格蘭東南部的生活，他的大部分家人仍然住在西北部，所以帕爾默可能會有想回歸家鄉的情感的傾向。但是切爾西是不會放人的，曼聯可能在未來追求他，但短期內絕對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曼聯的引援重心很明確，就是要放在球隊的其他位置上。私下裡，切爾西方面對這種傳聞也是一笑置之。因為帕爾默和切爾西的合同會讓他一直效力到30歲，而他現在才22歲。好的，知名數據機構 Opta 最新更新了英超各隊打進前4名的概率，阿森納、曼城、阿斯頓維拉進前4的可能性都已經超過了96%，所以只剩下1個席位，這個爭奪就非常激烈。
現在排名靠前的切爾西 38%， 利物浦 33.9%， 曼聯有 23.9% 的幾率。好，另一方面，羅馬諾的消息，曼聯的霍伊倫到了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已經支付了600萬歐元的租借費，而如果那不勒斯獲得下賽季歐冠正賽的資格，那麼買斷條款會自動變成強制買斷，金額為4400萬歐元。所以在霍伊倫和曼聯之間，這段故事基本已經被視為結束了。曼聯希望拿到這筆錢，並且相信無論是否觸發強制條款，那不勒斯最終都會把霍伊倫永久買斷。所以曼聯這樣的判斷，他們希望在霍伊倫身上的5000萬歐元資金會成為曼聯在夏窗預算的一部分，這是可以用來再投資的重要資金。另一方面，曼聯考慮加大對雷恩的前鋒穆罕默德·梅特的追求力度。這位18歲的小将身高1.92米，本賽季代表雷恩已經在法甲首發过6場，3個進球2個助攻。而在德轉的本賽季至今歐洲5大聯賽俱樂部最年輕的10位進球球員當中，雷恩隊的穆罕默德·梅特是排名第8，18歲零3個月15天。在他前面的有利物浦的恩古莫哈、图卢茲的沃薩赫、萊切的卡馬爾達、亞特蘭大的阿哈諾爾、拜仁慕尼黑的卡爾、巴黎聖日耳曼的姆巴耶，還有美因茨的波圖爾斯基。恩古莫哈雖然排在榜首，但現在斯洛特對他用的非常少，就赛季初進了1個球，後面就沒有怎麼出場過。主要可能覺得他防守不行，上他就相當於左路少打1個。但最近一場斯洛特給了他10幾分鐘的出場時間，這也是因為利物浦的鋒線實在沒人了。那麼關於梅特這位18歲的前鋒，預計轉會費會達到3000萬歐元，他現在受到了利雅得新月的關注，而曼聯已經開始和球員的身邊團隊進行接觸。如果這一筆投資曼聯是認真的，那麼可能是想在齐爾科澤走了之後給謝什科來一個替補。好，最近關於曼聯過去的主教練穆里尼奧有最新的消息。葡萄牙2大主流體育媒體《記錄報》的總監和《球報》的總監，他們一起解析了如今葡萄牙足壇對穆里尼奧的看法。評論中說道，我們應該把穆里尼奧的職業生涯分為2個階段，曼聯時期之前和曼聯時期之後。他執教切爾西和皇馬的時候不是現在這樣，但是帶了曼聯之後就變了。他現在這樣相對保守、注重防守的戰術風格，很多人持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但要知道，他在執教切爾西和皇馬時期的戰術風格並非如此。所以現在穆里尼奧的未來將取決於本菲卡隊能否在賽季末拿到聯賽亞軍。同時，穆里尼奧更希望重返歐洲5大聯賽執教。他是一個極其特別且有明確追求的人。如果有歐洲豪門向他發出邀請，他大概率會選擇離開。另外，如果羅伯托·馬丁內斯在世界杯後卸任葡萄牙國家隊的主帥，那穆里尼奧將是接任的熱門人選。因為他遲早會執掌葡萄牙國家隊的教鞭。這個評論老 K 覺得很中肯。穆里尼奧確實離開曼聯之後，每一步感覺都是錯的。每一次下課之後，很快又無縫連接，結果換的俱樂部是一個不如一個，所以成績也一個不如一個。離開曼聯，穆里尼奧慌不擇路地接手熱刺隊，就把自己徹底降了一個檔次，後面也混得越來越差，越來越急，越差越急，越急越差。所以在曼聯的執教經歷確實是他的分水嶺。好，咱們再看看曼聯最新的悍將多爾古的傷情仍然在評估中，曼聯方面還不清楚他到底會缺席多久。有報道稱他可能需要休戰大約10周。那麼總體來說，今年的冬窗曼聯可能會保持平靜，不太可能有人加盟，也不太可能有人離開。曼聯方面引進中場球員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可能準備在夏季補強陣容。尤其是在上周已經宣布卡塞米羅將在賽季末合同到期後離隊。好，另一方面，關於皇馬的巴西國腳羅德里戈，現在曼城和利物浦已經在爭搶。羅德里戈準備離開皇馬。據西班牙媒體透露，目前關於利物浦對羅德里戈的提案接近8000萬歐元，而曼城則已經將報價提高到了9000萬歐元。兩份報價之間相差1000萬歐元，而羅德里戈相信他可以在利物浦和曼城2個隊都能扮演關鍵角色，2家俱樂部也都能為他提供重要的位置、穩定的出場時間，還有和他自身特點更契合的戰術安排，尤其是能夠讓他在自己最擅長的左邊鋒位置上首發，而這正是巴西人認為自己能夠真正釋放全部進攻潛力的地方。現在羅德里戈已經要求皇馬俱樂部聽取報價，並且商討最佳解決方案，因為他自己正在準備確定性的離開伯納烏。另一方面，羅馬諾這邊已經 Here we go 了。尤文的中場球員道格拉斯·路易斯租借回歸阿斯頓維拉。
而英超排名第3的維拉隊採用了付費租借再加買斷選擇權的交易方式。本賽季道格拉斯·路易斯是從尤文租借加盟了諾丁漢森林，可目前總共出场只有14次，貢獻了1次助攻。諾丁漢森林是将他提前送回尤文，隨後尤文将他新租到了维拉。这家伙呀是兜兜轉轉一圈又回維拉了。女朋友一開始和他一起都在維拉，然後再一起轉回到了尤文。可是路易斯到了尤文之後，職場失意，情場也失意，球踢得不好，和女朋友也分手了。現在前任女朋友也從科莫女足回到了英格蘭。他這位最美女足運動員的前女友啊，現在效力於萊斯特城的女足。好，另一方面，關於阿隆索會接替斯洛特成為利物浦主帥的消息傳出來說，阿隆索要求利物浦在夏天要清洗5名球員。這個傳聞裡面，阿隆索想要放棄的5名球員包括科納特、格拉芬貝赫、加克波、麥卡里斯特和薩拉赫。另外，阿隆索還要求在夏窗引進4名新援，包括奧里塞、巴克拉、范德芬和亞当沃顿。天空體育說，接近阿隆索的消息表明，阿隆索對重返利物浦俱樂部感到非常樂意，而利物浦的高層也正在考慮他們的選項。阿隆索的名字在利物浦高層的討論中不斷被提及。不過，利物浦顯然希望盡可能讓斯洛特執教到賽季結束。利物浦不想在賽季中期進行主帥的更迭，在夏天進行主帥的更換會更理想。所以有記者認為，斯洛特的未來其實已經注定了。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自己剛剛被皇馬清洗，就又來要求利物浦清洗別人。當然了，這個只是媒體報道，而且不太靠譜。邁巴赫中場組合想清洗2個，而且想買奧利塞，這都屬於天方夜譚呀。好，巴薩方面，主席拉波爾塔仍然在夢想簽下小蜘蛛阿爾瓦雷斯，不過體育總監德科正在評估成本更低的方案，所以也許弗拉霍維奇也是巴薩的目標。好，關於利物浦呢，利物浦在冬季轉會窗口進入了關鍵階段，主要是圍繞副隊長羅伯遜的去留。目前紅軍仍然傾向於按兵不動，防線隱患正在持續考驗管理層的決策。那麼利物浦重點還是放在夏窗，會重點補強左後衛。而另一方面，馬德里競技近日再次接觸了拜仁中場格雷茨卡，雙方在最近幾個小時已經取得了新的進展。30歲的格雷茨卡在拜仁的合同僅剩幾個月了，拜仁也沒有續約打算，所以今年夏天離隊的可能性很大。不過拜仁和馬德里競技還沒有展開任何正式談判。拜仁目前對於東窗格雷茨卡的離開持開放態度，但有一個前提，主帥孔帕尼必須同意。好，另一方面，英超富勒姆對曼城的奧斯卡鮑博的報價被拒絕，不過他們仍然在和曼城繼續進行談判。據報道，曼城对球員的要價是3500萬英鎊。本賽季鮑博為曼城出場過15次，沒能進球。現在富勒姆被認為是這位挪威國腳的熱門下家，力求就鮑博的轉會達成協議。好吧，朋友們，那麼咱們明天的歐冠再見啦！感謝您的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咱們明天見。